今天这支影片啊，我們放鬆一下啊。之所以這麼說呀，是因為我看評論區有朋友反饋啊，最近的內容啊聽起來越來越不輕鬆了。甚至啊，截成那份稿子，我發給 AI 做壓力測試的時候呢 ，AI 也給出了警告。他說再這麼下去啊，大家可能要超負荷了。而且最近和 AI 討論深度話題的時候啊 ，AI 總是死機。他說啊，最近太接近底层防火墙了，他要一次一次的突破防火牆，屬於一种超載狀態。所以呢，它只能是不停的死機和重啟。那到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可能真的需要停一下了。所以呢，今天我來到高尾山減壓，正好真言宗在關東3大本山我就差這一家沒有講了。雖然是輕鬆減壓但並不代表沒有內容。那依然還是會去講解那些被神蹟包裹的真相那咱們開始吧。那高尾山是全球登山人数最多的名山滿大街都是现代化的登山裝備和喧嚣的游客。那山上還會有一些跟天狗相關的傳說，也可以看到一些天狗像。但如果你在這裡停留仔細去思考的話，那你會發現一種地理上的違和感。那在江戶城如此近的距離內為何完整保留了一片原始森林？那翻開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的答案你會發現在400年前這裡並非供人遊玩的場所。在德川幕府的律令中高尾山被定性為禁止私自砍伐的預留山。那幕府通過藥王院這種宗教機構在此建立了嚴厲的殺生禁斷準則。而山上面目猙獰的天狗在當時的行政邏輯中其實是這片皇家森林的第一批邊外監視者。那他們的存在在物理和心理的雙重層面為江戶城構築了一道名為聖域的資源屏障。在山底下買了個小零食，主要他寫的是這裡限定就看不到限定2個字。300日元，貴倒是不貴，但是重量很輕，應該沒什麼東西。已經來到高尾山下了，雖然是來減壓的，但我不會選擇登山上去，還是老規矩上去的時候坐纜車，下來的時候再步行。他這兒的纜車也是2種，一種是車廂的，一種是吊掛式的。那我肯定是坐吊掛式的，應該坐着比較自由自在一些。票買好了，吊掛式的上山缆車是490单程，但是還要爬很長一段台階兒。お願いします。合図をしたら前に出ます。ベルトの上では歩かないでください。前に出ます。お子様を左側でお待ちください。雖然有點搖吧，但是坐起來是要比車廂式的纜車要舒服多了。看樣子山上人挺多呀，如果人不多的話，它都是隔一個坐一個。但是你可以看下來的人都是坐滿了，說明上邊人太多了，他沒法隔一個坐一個。安全到站。哎呀，他今天居然沒開門，周末沒開門。我還說上來買這個吃呢。
先来這裡看看有什麼吃的。雖然沒有爬山啊，但是我卻很餓，不知道為什麼。看到這個隊伍，哎呀，放棄了，這太浪費時間了。天無絕人之路啊，在旁邊發現一個麵館，而且有山菜的烏冬。如果在日本爬山的話，看到山上有人賣山菜的蕎麥麵或者烏冬的話，一定不要放过，絕對不會錯。去药王院路上，最先看到的是野草园和猴子园。不過這不在今天的計劃之內。老實說啊，我一次都沒進去看過。在前往藥王院的路上啊，必然會看到前面這棵章魚杉。傳說在400年前啊，開山修路的工匠啊，因這棵巨樹啊擋道而準備將其砍伐。但這棵樹啊，為了躲避砍伐呢，在一夜之間啊，將地表的根系啊全部收縮。聽起來非常玄幻啊，但是在日本啊，玄幻敘事的背後啊，一定有它誕生的深层原因和目的。在高尾山這種具備圣域屬性的林場啊，行政開發指令啊，常與古老的自然禁忌啊發生碰撞。幕府需要這條通往山頂藥王院的物資通道，但同時要維護藥王院作為資源控制站的神聖性啊。於是呢，權力通過傳播数回自行動作的靈異敘事啊，在不破壞禁忌的前提下，完成了對物理阻礙的清除。這就是行政權與宗教權之間達成的一種默契。所謂的玄幻，在此時啊，並非迷信，而是行政邏輯在面臨執行僵局時啊，為了維持平衡啊而置入的非理性修正。這種通過怪談達成的社會共識啊，讓原本觸碰禁忌的行為啊，在領民眼中變成了一場神聖的妥協。這個門進去，就算正式進入藥王院的境內了。这個樣子看着像是腳踏坡，但它其實是石頭做的。這應該怎麼算？算腳踏坡還算石踏坡？我也不太清楚了。前面这個石碑上刻的就是在上山前說的殺生禁斷。范省大权限就是這裡邊的主祭神本尊，上期時候再說吧，在這裡先不說了。前面看台階啊，一共有108階，代表人的108種煩惱，每走一台階啊，就減少一個煩惱。上了台階啊，直走就是药王院了。但是咱們先去上邊啊，因為上邊還有個東西是可以看的。那沿着台階上来啊，就会看到一座格格不入的東南亞風格的佛舍利塔。此塔落成於1950年代，由泰國皇室贈予啊，它是冷戰初期日本重返國際社會過程中的里程碑。那戰後的日本呢，急需將高尾山這種具備全球知名度的聖域啊，從幕府時代的封閉形象轉變為現代國家的外交工具。通過引入異國的生物啊，
日本成功的将原本封閉排外的天狗禁地重塑为面向国际的亲善窗口。這並非单純的宗教往来。在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的近代空間轉型結構視角下，佛舍利塔的植入標誌着高尾山從幕府的戰略林場向現代國家形象工程的邏輯跨越。那這種對聖域的重塑化，消解了高尾山原始的恐怖與排他性，使其具備了符合现代普世價值的國際性標準。那天狗的威懾力在這裡被一種跨國界的宗教敘事所稀釋。至此呢，高尾山完成了從封閉的資源庫到開放的消費景點這種邏輯上的徹底升維轉變。前面看的這棵樹就是天狗栖息的杉木了。在正式进入药王院山门前会看到密密麻麻的木牌。那在德川幕府的律令体系下，高尾山作為預留山，承擔着戰略木材儲備的職能。然而江戶城的擴張產生了持續的建築消耗。為了緩解這種行政開發與自然經濟之間產生的衝突那藥王院執行了一套名為獻木的補償制度。那領民或商戶通過向山林捐贈植樹資金，換取由宗教權威認證的功德，這是一种可以讓幕府獲得心理上慰藉的豁免權。這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綠化工程而是破壞與補償的行政閉環。通過這種方式權力將他在別處砍伐開採所產生的負罪感，在高尾山的聖域內進行了心理層面的抵消。這些石碑記錄的並非純粹的信仰，而是人類通過金錢與神權達成的資源置換協議。那在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的資源解構視角中獻木制度確保了幕府在維持預留山神聖性的同時完成了對森林資源消耗的邏輯合法化。高尾山越茂密就等同於全日本其他森林要面對更大規模的採伐。前面就是藥王院的山門了。进入药王院山门後馬上就可以看到天狗的石像了。那咱們接下來就要說一說在高尾山流傳的天狗的傳說。那在高尾山的信仰體系中這裡並非人類的領地，而是大天狗與烏天狗的棲息之所。民間也稱天狗是山木的守護神。那天狗是修驗道中極其恐怖的存在，他們身穿僧服，背生双翼，擁有能瞬間移动的神通力。据說在高尾山药王院的密林中常能聽到不知來源的斧頭砍木聲，或者在黃昏時分看到不明的火光在山脊穿梭。領民們深信如果有人敢對這座山的每一棵草木心存不敬便會遭遇天狗倒，也就是無徵兆的巨響或是突如其來的山崩。那最令人恐懼的莫過於神隱。那些在林間迷失的人並非死於意外，而是被捲入了天狗的結界，在物理世界徹底蒸發。那這種對不可知力量的原始恐懼在400年前是每一位進入高尾山的人都必須背負的心理枷鎖。但是在王野山彦的視角裡天狗從來不是什麼溫情的守護神。在很多人的認知裡天狗是高尾山神异力量的化身。但在行政逻輯裡天狗是幕府用來管控社會不穩定性的工具。在高尾山這種地形複雜的預留山即使是精銳的武士也無法在每一棵山木下安裝監視器。於是呢，幕府通過藥王院將天狗這種具備瞬間移動與神變加持能力的玄幻形象推向了權力的第一線。那天狗手中的击煞代表着能煽動风暴的自然威胁，而他們愤怒的面孔本質上是杀生禁断律令的暴力具象化。这种玄幻叙事的深度在于它利用了人類本能中對未知力量的恐懼在高尾山的邊界畫出了一道無形的行政結界。那古代的領民或許不怕冰冷的律令，但他們絕對害怕在深山裡遭遇神隱。如果被天狗抓走，
等同於在物理世界被徹底抹除。這種利用玄幻力量達成心理禁錮的做法呀，其管理效率遠超成千上萬的駐軍。當你在敬畏神迹時其實你是在服從幕府對戰略儲備木材的絕對控制權。這就是為什麼高尾山的樹能比日本其他地方都要粗的理由。那穿過天狗的屏障後我們就抵達了高尾山的权力核心药王院。那這裡供奉的主神並非慈悲的佛陀，而是名為范绳大权现的战神。這不是一尊佛，而是一個集聚了无众神力的究极異形。他腳踏白狐，背負羽翼，是修驗道中最令人生畏的范绳之法的核心。傳說通過這種秘術修行者可以意識天狗，甚至能操縱他人的生死與國家的国運了。那武田信玄曾將他的形象繡在戰旗上，試圖以此獲得跨越物理界限的暴力加持。那范绳大权现手中的宝剑与捐锁代表着他可以穿越阴陽两界，对任何亵渎生育的灵魂进行不留痕迹的裁決。那如果有朋友看過以前的影片應該發現了這個很像之前說過的道了尊。這正是日本宗教邏輯中最具迷惑性的神格疊加。他們可以說是雙胞胎，但又不屬於同一個職能部门，一個代表行政屬性，一個代表地缘邏輯。那這種知覺上的重複是為了讓你在關東的任何一個出口都能感受到同一種威慑力。那药王院之所以能獲得德川家康及其後继者的長期供奉是因為他在江戶的西大门執行了一場隱秘的行政代行。那幕府通過承認藥王院擁有高尾山的神聖管轄權，換取了這座寺廟對邊境流民與物資流通的非正式監視。那在佐藤进一關於中式法制的結構中藥王院不僅是宗教場所，更是幕府在關東平原邊緣設置的律令哨所。他利用天狗的威慑力維持了玉流山的資源安全，又利用灵驗的许諾吸引了底層民众對於行政壓迫的焦慮。那當你跪在藥王院殿前祈求開運時你其實是在與幕府的基層管理代理人進行一次無意識的對接。這是一種權力利用神靈的沉默將行政意志神格化的呈現。这是到山頂最後一段考驗了。就差最后一段路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到富士山。按说应该能看到的，因为今天没有云彩，然后天气非常晴朗。终于到山頂了，爬得我又餓了，但是山門店都已經關門了，沒東西可買了。今天沒有雲彩，但是這一層霧太重了，什麼都看不見。完全看不到富士山，身上唯一的乾糧，從山下帶上來的零食，嘗一嘗吧。就是一個哄兒童的零食。那現在站在高尾山的山頂不知道這趟高尾山之行有沒有幫大家減掉一點壓力當現代化的纜車將通往藥王院的聖域阻力徹底抹平，那天狗便從律令體系中嚴厲的監視者退化為了旅遊手冊上的可愛的吉祥物。當原始的恐懼被徹底格式化它就演變成了一種明碼標價的消費品。那高尾山之所以能成為全球登山人數第一的名山並非源於自然景觀的卓越，而是源於它被成功的去神聖化。在王野山彥的視野裡
古代的山林啊是無法被律令完全覆蓋的无源之地，但现代的京王电鐵啊與行政力量合作，通過交通接軌與步道分級啊，將曾經令人生畏的禁山呀重塑為了都市壓力的排泄口。趁着天黑之前趕快下山，因為已經沒有纜車了。高尾山的話，登山呀主要是6條路，你要不算那些修驗的、修行的那些道路的話，就6條。最好走的就是缆車這條啊，1號線。我現在就是沿着1號線回去。好像霧也沒有剛才那麼大了。哎，我發現這個光線再加上現在這個環境啊，有點日本恐怖片的感覺。前邊看到燈光了，算是出山了，還好在天徹底黑之前啊，能出山就行了。我先要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哇，哎，還有店鋪開着門呢，但不是吃飯的地兒。哎呦呦呦，哇，這台階好高啊！哎呀，吃飯怎麼辦呀？那到了這期收尾的時候了，想必有些朋友看完這期啊，會覺得我是在破除封建迷信啊，或者我是個無神論者。其實恰恰相反啊，我從來不否認人類歷史中啊，確實出現過很多被稱為神蹟的事件。所以呢，我才會告訴大家這些躲在神蹟後的真相。因為神蹟啊，並沒有那麼多，大部分啊都是人和權力利用神蹟將自己的行為神格化。那並不是神明的本意，但是我並不是說這個做法是錯的。縱觀整個人類歷史啊，無論哪個文明哪個年代啊，都是需要這種人為神蹟的存在。它降低了社會的不穩定性，讓大家有了心理危機的場所，有了信仰，這是文明進步非常需要的東西。但是也要時刻清醒，有些人為神蹟的存在啊，是在被濫用，它不是服務於民生的，它是用來牟利的。所以啊，我才會把底層邏輯告訴給大家，讓大家可以區分其中的差別。已经安全到達車站了。我這山上和山下的溫度差的也太多了，山下好冷啊！那這一期內容就到這裡了，謝谢觀看，咱們下期再見，拜拜。